那美兰你在辉瑞做科学家，那刚才你提到了一些，能再稍微简单描述一下工作的职责和内容吗？工作的职责和内容，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对其他行业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整个来说，它每个行业是相通的，是吧？就是说，你要 focus 到一方面，是你比较精的那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其实你要从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来出发，是吧？你要知道这个整体来说，就是对我来说，工作的职责就是一方面，我是要用这个 high technology 来那个产生数据，来分析数据，看怎么来更好的。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它叫什么呢？精准医疗或者是个人医疗，因为个人医疗它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呢，所以现在只是精准医疗。你像以前的话 ，cancer patient 我就一个药物就治疗同一个就不同的 cancer 是吧？它现在是因为那样的话，有一些它就不管用，有一些管用，有一些不管用。所以它现在是要用一些数据，就是科学的数据来支持啊，我这个药物哪一些病人吃了之后，或者是用了之后是会更有用的。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知道哪些病人对这个药物适合呢？那就是得有数据支持。我其实是，就是大的方向是在这样的，但是细节的，就是你要，它也是有不同的 technology 的，是吧？你要用，因为我们人体很复杂的，有不同的东西，然后你怎么来检测？比方说肿瘤，我们的金标准是我做个病检，说我从把那个肿瘤那个组织取下来之后，我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做个病检。但是除了那个，还有其他方方面面，因为真的是很复杂。所以那个是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就是我也会学一下这个大的这个 picture， 它是怎么，就是说是有一些哪些东西，因为你在解释你这个 specific 的东西，你必须得放到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来解释，是吧？你光盯你那一块的时候，有时候你会 miss 掉很多其他重要的一些信息。说的有点泛了，但是工作的职责主要就是用一些 high technology 来来解释一些就是来指导哪些病人会对特定的药物有用。那这个 high technology 主要就是大数据吗？对，就是不一样的 technology 呀，就是用一些，因为现在 AI 也很火嘛。AI 哈。因为你那个，我不知道你也在用 AI 是吧？它是真的是，我不知道它这个能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一行，它应该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用的。因为你不同的数据过来，比方说我刚才说的，你从肿瘤的那个tissue 是吧？肿瘤的那个组织，你可以产生一些数据是吧？它产生数据不是像就是我们以 traditional 的是可能只产生。我是分子生物学嘛，只是一个分子的表达呀，或者是它的一个变化呀。它现在大数据就是好多不同的分子的表达变化，这是从组织的，还有从血液的，从你皮肤的，从任何就是有可能取到的东西来产生的这些数据。那这些数据你用人为的方式来把它连到一起的时候，你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因为它这个覆盖的东西太多了，是吧？它是会有不同的人来过来做。但是如果你可以 train 那个 AI，说把这所有的东西都整合到一起，然后来让 AI 来给你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比较明确的一个在某一方面比较明确，哪怕一个方向，然后你就可能会顺着那个方向，可以再找到更有用的数据。听起来是很那个，我觉得是很 exciting，就是每天你可以学到不同的东西，是吧？然后来接触到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整个这个 market 市场上，新出来的一些东西，很 exciting。但是具体你要落实到某一个点，某一个具体的点，你怎么来帮助整个这个项目或者是整个这个公司呀，整个这个领域来推进。那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点，是每天我需要思考，我怎么真的是怎么样可以真的帮助到整个项目或者是
整个领域。那你觉得在制药行业这些科学家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吗？如何克服？最大的挑战就对我来说吧，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认识吧，就是最大的挑战是，就是我要把我自己的东西要很清楚的，在一个大的一个 picture 下来把它解释清楚，然后来传达给别人。然后另一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它是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 teamwork 的 teamwork，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吧，就是你 teamwork 你要知道一个 whole picture 是吧？然后你要知道怎么来更好的交流，然后来更好的抓住某个点，然后能把那个点具体的执行下去。那对于想进入制药行业的一些年轻的科学家，你有些什么样的职业发展的建议吗？这个我就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来说吧，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像我说的，你还是得认清楚你自己，知道 what do you want to do 是吧？这个是很关键的。另一个，我觉得大公司它是会给你一个更多的一个就是从一个大的 picture 来了解、来学习的这么一些机会吧。小公司它可能会更 focus 到某一个方面，是吧？你要把那个方面做得更好一点，这是我的一个理解。我觉得年轻人最重要的还是要问 What do you want to do？ 大公司、小公司是一个选择，那工业界和学术界其实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个人来讲，在学术界工作过，在工业界也工作过，你觉得这两个世界有些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学术界来说，它的主要就是要发表文章，要有更深的研究，是吧？更深的研究。但是工业界来说，我是要做产品的，是吧？我做产品，但是我做产品的话，有一些产品就是我们是 scientific 的东西，你也是需要更深的了解，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吧？就侧重点，它那个基础，我觉得现在学术界可能更多的人会注意到这个应用性，但它还是因为它是学术嘛，我要把这个东西挖得很深，但是怎么要把这个挖得很深的这个东西用到实际中，那这是工业界他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你现在还发论文吗？写论文发论文吗？我现在基本上不发，对，我不会，就是那个不是我的一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了吧。那你现在在工业界工作，你以后还想继续在工业界发展吗？还是以后想回到学术界吗？我肯定不会回到学术界。为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 What do you want to do 是越早问越好，就是你从长远来说，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变化很大，是吧？你知道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包括整个这个事件，它的变化很大。但是我觉得这个 What do you want to do 就还是要尽早问，你后面的变化你可以调整，但是你要不停的尽早问，然后不停的问，你究竟是想做什么，是吧？我不会回到学术界。你觉得工业界更适合你自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不管在哪一个学术界还是工业界工作，你都需要一定的积累，那我在学术界，我干了那么长时间，我也是有一定的积累。现在有一些东西我是可以用到工业界的，是吧？我觉得，就是你要清楚你自己想做什么，你要清楚你自己想做什么之后，然后你要一直在那个点要有积累。所以我现在我是觉得我是要在工业界来发展的吧。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目前的一个认识吧。接下来我有几个关于 Toastmaster 和头马演讲俱乐部相关的问题，因为我就是通过这个 Toastmaster 认识你的嘛。OK。对，那你加入 Toastmaster 加入头马多长时间了？2年，对。那你现在属于哪个俱乐部？ Scripps Teaser。 那你当初是怎么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呢？
我当时是因为我在一个 program 里面，它是叫Advanced Management Certificate Program，是 Babson Business School 弄的一个 program， 但是 Pfizer 它是有合作的，它是 sponsor， 就是它是可以 cover 我所有的学费的。我是在那个 program 里面，然后那个 program 里面它是有另一个，就是它接下来它里面是有一个 program 是 mentee，就是导师和叫什么学生，他是会指导你一些你想知道的问题，是吧？然后我当时一个 mentor， 他推荐我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比较好的，所以我就直接就进来了，参加就那你是怎么找到 Scripps Teacher 这个 club 的呢？因为我在 Scripps Ranch 中嘛 ，Scripps Teacher 就是在Scripps Ranch 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嘛。那你是通过 Toastmaster International 网站找到的吗？我 Google 的，Google 的。对 Google 的，那你在 Toastmaster 里面都完成了哪些课程？我就是把 Pathway 结束了，Visionary 叫什么 Visionary Communication Pathway， 它是用中文怎么说呢？就是Visionary Communication。有远景的沟通，有远景沟通，或者叫远景沟通。对，它是一个 vision。那你花了多长时间？2年。2年。那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很棒呀，就是刚加入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对 San Diego 圣地亚哥也是比较新的嘛，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因为导师推荐了嘛，觉得应该是对我是好的，但我具体也没有怎么查。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也希望能认识到我住的这个周围这些人，是吧？有一个 network， 所以是基于这2个原因这样进来的。进来之后，我觉得我没有做 research 说这个 Toastmaster 究竟是做什么的。但进来之后，你就慢慢了解嘛。就是你那个 speech 叫什么 ？What do you want to do？ 对，给我的印象真的特别深，就是你是会来思考你是在这个 Toastmaster 你想做点什么。它其实 Toastmaster 它这个整个这个规划是吧是很好的。你那个我看了一下，它每一个 pathway 它都有不同的 level， 它那个 level 从那个 scientific 那个角度来看，它是规划的很严谨的，它是真的是一步一步来帮助你成长的。Level 1， 你首先介绍你自己是吧 ？Open yourself， 然后你可以得到很多反馈，然后从那里面你可以成长，然后经过 Level 2、Level 3、Level 4， 你知道自己，你得到feedback 之后，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style， 你自己的 communication style， 然后你知道之后，你就会知道，那我怎么从哪一些方面来改进，是吧？你有针对性的来改进，定个目标，然后得到 feedback， 然后来有针对性的改进，一步一步。我现在觉得我进步了很多。就以前我是不喜欢，因为我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内向的人，我不喜欢在公众场合来分享我的故事，是吧？因为公众场合你不是说你朋友像我和你这样分享，但是有不同的人，我很不舒服一开始。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的那个 reflection speech， 那我就分享了很多我个人的感受，还有个人的故事。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参加的时候，我进入的时候，2年之前我进入的时候，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把我自己的故事来分享给公众，真的没有。所以这是很好的，这对我就是和别人来怎么来交流、来联系，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很喜欢这一点。那你这2年做过多少次演讲？记得吗？我数了一下，好像是16次还是18次，加上那个 reflection， 就是最后它是一个 reflection 嘛。那你记得你最喜欢的一次或者印象最深的一次吗？我觉得就是前面的有点忘了，是吧？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 reflection，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那个 reflection， 所以我的 reflection 演讲我觉得做的挺好的。还有那个 panel discussion， 我是真的是没有准备，然后上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聊天是很好的，就是大家能学到东西，然后我也可以问出一些我自己想知道的东西，
放那个 investing，嗯就是那个投资。我觉得这2个对我来说影响还是挺深的，而且是我比较满意的。刚才你也聊到了，就说头马参加2年，你现在更加能够勇敢的，并且更有能力的去分享你的故事，分享你的观点。那头马对你的生活、还有工作，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帮助和收获吗？其他的就是一个，我觉得方方面面都有，但是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是最突出的。我是愿意去分享。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好多，你2年之前你可能会觉得啊，我是除了分享，我也不愿意早晨那么早起来，然后去和大家在大家面前给一个 speech 呀，是吧？就是我会觉得很 stressful。去准备一个 speech， 然后再去记忆一个 speech， 然后再去一大早起来再去公众场合来讲那个东西。但我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 stress， 你只是 get yourself there and have fun, right? So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它是潜移默化会让你觉得你认为很害怕的事情，或者是很不想做的事情，当你一旦去做的时候，没有那么那么严重，是吧？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然后你也会得到很多正能量，也会有很多开心的时刻。好。那在你头马的这个经历里面，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吗？有趣的故事。有趣的故事就是其中有一次我在中间讲的时候，我就突然忘记了，你应该当时也在场是吧？我突然忘记了讲什么，但是那个 meeting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是最欢乐的一次 meeting， 对我来说，我当时就是我忘记了之后，我是会感觉到就是挺不好的，是吧？你就忘记了，为什么你就忘记了？为什么你就不记得了，是吧？当时我在那一个 moment， 我是想着。那我想一想看怎么能想起来，但是我的脑子是一片空白的，我是想不起来的。那最后我就只能说我拿手机看一看吧，但我手机还不在我旁边，我还得再回到座位上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再弄。但是好在那天我是手机里面是有的，但是像以前的话手机里面是没有的，就是你如果想不起来的话，那你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很有趣的是那天手机里面我是存了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存了的，所以是有的。很懊恼，就觉得忘记了还又想不起来，是吧？但是也是很开心的，就是你可能没办法体会，但是真的是又懊恼又开心。因为有了这样一次经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就知道怎么处理了。也不一定，但是我会尽量避免。但是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就是我忘记了，我最后还是 best speaker。那个恭喜就是就是整个 vibe， 我觉得不只是我觉得开心，整个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我看着其他人也很开心的。因为我们都是 human being 嘛，就是犯了错误之后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欢乐，是吧？而且 Toastmaster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supportive， 就支持你去正面的一个环境嘛，就是大家来练习。有些人说 Toastmaster 就是让我们来失败，然后再去学习，然后成长的一个地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和我们俱乐部那个就是很好的那个氛围也是分不开的，是吧？如果大家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一个 relax 的氛围 ，supportive 一个互相支持的一个氛围，你可能会觉得真的是好像犯了很大的错误了，是吧？是正因为有那个整个那个氛围，你会觉得懊恼归懊恼，但是你会觉得整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那你还有在这个头马之旅当中有遇到什么挑战吗？挑战就是每早晨起来，然后做 speech 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还得去讲，就是还是会紧张一开始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多了。早上就是我们俱乐部是早上7点钟开始。对，早晨7点，觉得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挑战。那你现在写演讲的时候，你还是会写逐字稿，然后去背吗？现在？
对，我每次都会总结，但是现在就相对来说，因为你会去思考嘛，在你讲之前的时候，你会去思考，哎，我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是吧？然后我的主题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我要分成几点，然后你一旦把这个 outline，就是整个这个框架列出来之后，然后你再从那个框架里面找，你就 specific 从那个框架里面说哪一些东西，再说哪一些东西，那个 ChatGPT 也可以帮忙，是吧？然后你把那个列出来之后，在你总结，然后把思考列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记忆了很多东西了。我觉得相对来说，我的记忆力算是好的，所以还行。我觉得对我来说还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就是你要就刚开始还是要克服自己那个恐惧，是吧？站到别人面，站到你知道我们一般也是10几个人嘛，站到10几个人面前。把你这个东西讲出来，而且要讲，你要有手势、有表情、有那个叫什么，有 emotion， 那个对我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肃的一个人。你要有 emotion 的话，我怎么表达我这个 emotion 呢？是吧？那你的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下一步的计划，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其实还没有怎么想呢，因为 Zeta 在说。你可以开始一个新的 pathway，我也可以开始一个新的 pathway，但是那个是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大一点的，所以我下一步来说，我想 take 一些 role， 就是比方说 Toastmaster 我做过，但是那个 Table Topic 那个 Master 我还没有做过，我可以弄一下那个方面，然后另一方面我也想通过我自己的一些，就是 take role 也是有一个 positive 这个 impact 吧，就是一些。positive impact 和其他的成员，我会花更多的时间，会和其他成员聊一下，然后增进，就是更了解一下成员吧，我觉得，那除了头马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业余生活吗？刚才你提到了这些徒步啊、hiking， 还有没有其他？还有去教会，还有对，其他的吗？我比较 active 吧，相对来说，其实也就这些了。就是我在教会会做志愿者，然后。徒步会认识不同的人，徒步我现在是 backpacking， 就是背包型 backpacking， 然后公司也会有好多这种志愿者的机会，我有时候也会去参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想帮助的。那这一部分里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你能展望一下自己10年后的样子吗？10年后的这个就是谈到一个规划，是吧？10年后，从生活上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所以在接下来10年，我肯定会花很多时间在 invest myself， 就是包括我会让自己变得更，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更 balance 一些吧，更 balance 一些。我相对来说，我觉得我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人。我希望我能更看得开，更能放得开。然后10年之后，我会更自信，我会真的是就是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很好的一个状态下，能把我想做的东西能做了，能把我想传达的信息能传达出去，能把我想做的。这个影响，那真的能很好的传达下去，那是我想着我10年之后应该有的样子，希望我也能达到那个地步吧。你展望了你10年后的样子，那为了实现这种样子、这种目标，你希望自己有些什么样的资源吗？就是有什么样的资源？我希望能认识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吧。比方说你是其中一个，就是类似你这样的朋友。因为我觉得金璐，我真的觉得你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促进这个中美文化的交流。然后你现在在做 YouTube channel， 还有包括你的 WeChat channel， 它这个是给你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更大的平台，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比方说美国普通人，就像我这样的，美国在美普通华人，就像我这样的。他的一个认识或者一个生活，就可以简单的感觉到，是吧？然后你的那个托马俱乐部不是也会有一些美国人和中国人？我觉得这个给他们一个平台来互相交流，能让
就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朋友，再把这个东西再交流出去。它其实它是一个，有的时候像以前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扩大化了，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中美文化的一个交流，一个桥梁，是吧？它是一个，它从大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 cause， 很好的一个事情吧。如果我可以帮你认识你任何想认识的人，你想认识谁？我就想认识，就还是那样的，就是想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能够启发我思考，让我对自己认识更深，对这个世界认识更深。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是很难能。有一些具体的吗？对，有什么具体的就像做你这个，因为你现在做你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如果你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就是你有其他类似也在做你这个事业的朋友，我是希望能够认识的。OK。我说金鹿的与众不同的频道采访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儿没有 coffee table， 这是我的 regular 做瑜伽的地方，或者是做一些跟着 YouTube 做一些不同的一些锻炼吧。就是在家里可以锻炼，这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健身的一个小区域。也是我做 meditation 一个小区域，我可以躺在这儿，可以把腿放在这个上面，可以玩这个球，可以玩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band 之类的。那接下来呢，我有一些这种用 Toastmaster 的术语，就是 Table Topics，有一些即兴的比较深入的那种自我回顾或自我反思的一些问题。好，那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最喜欢自己哪个方面？我最喜欢自己哪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健康快乐吧。我觉得我还是不忘初心，然后现在我感觉40多岁比20多岁的时候身体好像更好一些，就是会有很好的精力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健康。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也是很快乐的，相对来说比以前好像更快乐一些，可能看得更开，放得更开。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的吧，我觉得。我感觉你身材保持得特别好，有什么秘诀吗？就是锻炼呀。现在家里工作，你看我没有 coffee table， 我在中间出来，我去拉伸一下，做个锻炼，然后它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瑜伽姿势，它会纠正你这个形体，然后会让你感觉到，你真的是会感觉到，可能也是更自信一点，因为你看开了放开了之后更自信一点。会觉得挺好的。好，那你有最不喜欢自己的哪个方面吗？最不喜欢的，我还真没有什么最不喜欢的东西。你要几年之前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你看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现在我觉得我的自我接受度更高一些，对别人的接受度也更高一些。我整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喜欢的，有些东西我是希望能改进的。比方说，我可以更放松的来享受这个生活。我可以学一些舞蹈，因为我对舞蹈好像没有那个乐感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有些音乐上来，真的还是挺美的。不能说不喜欢吧，只是我一个弱项。我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一点。那你觉得自己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最大的成就就是从那个偏远的小山村走到这边。因为你回顾一下，你包括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现在的这个生活是这个样子。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它这个整个这个成长轨迹，它会给了我很多，是一个人生财富吧。体现到不是说你得到了多少。从表面从世俗的观点来说，体现的更多是一个我内心的一个平衡，我内心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对整个世界对我自己的一个认识。我觉得我是挺好的，现在整体来说是挺好的。这是一个成就吧，我觉得。OK，那你觉得有什么遗憾或者后悔的地方吗？遗憾和后悔一样的，像你几年之前嘛，我会觉得有。但我现在觉得人生它是不完美的，
我不能说是遗憾，我不觉得是遗憾，我觉得我现在还有很多时间来做我想做的事情。要几年之前，因为我当时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想着我要做一个酷妈，就是我要做一个很酷的妈妈，是吧？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但我现在没有嘛。你要几年之前问我，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遗憾。你看我这个人生里面没有像大部分人一样有个孩子，但现在我觉得我不觉得那是一种遗憾，这只是一种我的一个生活方式吧。然后其他我有很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还很健康，然后我觉得也很快乐，有这个精力再去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许等我死的时候会想啊，我有这个遗憾，但我现在没有。我觉得我一些想做的事情，我还有时间去做，有精力去做。那有哪些人对你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哪些人？我觉得好多人，好多人，他这个在你人生里面，你遇到不同的人，是吧？遇到最想分享的一个吗？最想分享的，我现在还真说不出来。我觉得就是 Rick Warren 吧， Rick Warren。因为我们只是见了几次面，都没有很深入的去交流。但是因为他的 message 呀什么呢，他是给了我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下自己，或者是启发我思考，重新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吧。所以你在洛杉矶的时候认识的牧师是吗？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没有 regular 来去他的教会，但是我会听很多他的 message， 包括看他的书。然后我有时候会去 Lake Forest。Lake Forest 就像你说的，就说那个教会有时候会给你一种冲击，是吧？他那个其实就是给你一个视觉上还有整个你那个身临其境的一个冲击。它那个整个那个 building 它是 tent， 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大帐篷那种形式的。它在 pandemic 之前，它那个 tent 就都是这种落地的，玻璃的窗户，就不能说窗户吧，它就是那样一个建筑方式。它 pandemic 之后，它把那个都打通了，它是很大的一个建筑，那里面我不知道能坐几千号人可能。然后它是有一个乐队，就像专业的乐队似的，有灯光效果，然后整个那种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那种冲击。我是去过几次，在他那个教会去过几次，然后能感觉到是挺好的，然后再听他的 message，整个结合起来，对我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对 ，OK，那有哪些书对你的生活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吗？或者说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其实对我产生最大的影响可能还是圣经，就其他的书我读的书很少，相对来说我觉得我读的书真的是比较少。也读过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书。我现在在读那个Into the Thin Air，就是写那个96年他们登那个珠穆朗玛峰的一些东西。这些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亲身经历，我可能也不会去亲身经历那个东西，因为那个还是挺难的，对普通人来说挺难的。但是你读一些那个东西，读一下那本书，会给你不同的你看这些人是可以克服那么大的困难，是吧？在那么高的海拔下可以生活，这些都是就类似这些书都是会给我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可能还是圣经，虽然我还没有读完。好，所以他教你怎么生活吧。那有什么失败或者是看似失败，但是为你今后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吗？就是看似失败，我觉得我做了10年的博士后，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做的太长了，因为真的是因为没有规划，我就可以把那个时间缩短的。但是因为那样的经历，它也会让我认识到很多如果没有那样的经历我认识不到的东西。然后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是在用，就是我以前当时做的那些东西，它是给我一个宏观上的一些思维方式。因为我现在在做 big data 嘛，就是大数据，我当时也是可以涉及到一些大数据。那个大数据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它整个实验室是没有的，那我自己从没有到有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个经历怎么去找到帮助来分析那样的一个数据，怎么来找到你想问的那个
具体的问题，因为你那个大数据有时候你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来问，你可能会迷失，因为它太多信息在那儿了，你不知道哪一个信息是有用的，是吧？那样一个经历其实对我现在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以前会认为我在那个博士后做的时间太长了，但那个东西对我现在也是有用的。OK， 这有一个问题说，如果能在任何地方放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东西，你会写什么？就是你或者说你如果有一个方式可以把你想传达的一个 message 传达给世界上很多的人，你会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 message？ 我觉得就是 embrace diversity, love others as who they are，这是一个中心的一个 message。但是具体怎么说呢？怎么能说的更容易接受呢？你说 embrace diversity 是吧？好像有些人如果没有类似我这样的经历，或者是就是他不是那么 open mind， 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抽象，或者是很泛的，你可能看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具体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中心的思想。好，那你曾经做过的最好或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时间、精力方面的投资。就是对自己的投资吧，我觉得我这个经历其实也是一个投资，是吧？因为你在这个不同的城市生活、工作，它相对来说它还是有弊病的，因为你不能稳定下来。但是这个东西，它另一方面它也会带给你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东西吧。还有就是我现在会愿意花钱去旅行，去接触不同的东西，然后会投资让我自己变得身体上就是 mentally physically 更壮，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吧。那在过去几年有哪些新的信念或者习惯对你的生活有巨大的改善吗？过去几年我觉得我几年之前我是跑步的，我是 regularly 就是每个周会跑步的，那个给了我一些是一个好的习惯吧，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必须的锻炼，因为锻炼已经好像成为一种习惯了，因为我除了跑步，我也会去健身房去上一些课，就你享受到那种美好之后。然后你现在会觉得我不能把那些美好丢了，或者是你丢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缺少一些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个锻炼的习惯我是一直有的，这个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有什么不寻常的习惯或者是看似怪异的事情，但是你却很喜欢的吗？不寻常的习惯，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的，因为大家都会化妆是吧？我是不会化妆的，我觉得一方面是我没有真的花时间去学怎么化妆，另一方面我觉得不舒服，因为以前有时候也会有人给你画，会把你的眼睛画得很美，因为我的眼睛特别小，画的我真的觉得挺美的，但当我自己去试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因为好像是加了那种东西，就是额外的东西，好像是一种负担，但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可以画一画那个也不能说不喜欢吧，我觉得我可以改进一点吧，这个是一个我观察到一个很大的不同。有些场合，大部分场合其实是 OK 的，但是有一些场合大家都画的都很漂亮，你会觉得哎呀容光焕发是吧，很漂亮，然后也不会戴眼镜，我就会戴着眼镜，我可能涂个那种，你看我现在没有那种粉底霜，我涂的是防晒霜就让脸色看起来好一点，涂个口红，但是我的眼睛我是不会画的。我就想着你看人家们画的多漂亮，我是不是应该学一下呢？等我回来之后就忘记了，比方说昨天我想着今天金路要过来，我要出去买个花，把家里稍微打扫一下，然后今天早晨起来突然觉得我是不是需要化妆呀？这个是要 post 到那个公共的平台上了，但是我没有东西可以画，我也不会画，所以这是比较不同的一个地方吧。可能也比较怪异吧，我觉得。这就是我所有的准备的问题了。你还有什么结束语或最后想说的吗？结束语就我很开心有这么一个交流。
我觉得这个交流之后，包括你后期做的一些东西，因为你说我们会互相，你会让我看一下是吧？对，然后我会，因为这是我一个亲身体验，我觉得我从这个里面可能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另一个我想重复的是说，我这个经历让我有一个 embrace diversity 这个 mindset，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想把这个传达下去。然后另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 invest myself，不管是 physically 还是 mentally。physically 就是别的，就像你说的，要坚持锻炼是吧？有个好的体型，让你自己更自信。mentally 就我会更开心，会了解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更 knowledgeable 吧。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吧。好，那美兰，你是我频道的第9位个人，然后非常感谢你给你还有一个东西对，一个小纪念。OK， 与众不同。好，我喜欢这个与众不同。谢谢。其实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是吧？对。这是我的院子，我就自己打理吧，自己打理，每2个周剪一下草，修一下树，然后会在这儿做几个，比方说这样做几个下冬，然后在这边有个桌子，我希望能买一个沙发，不久的将来可以更舒服的在这儿看书，然后等这个花开了之后，其实坐到这儿是很enjoy 的，然后可以看一些。有时候小鸟会过来叽叽喳喳叫。我刚搬过来的时候，我会坐在这儿吃早餐，和小鸟一起吃早餐。小鸟有时候早晨会过来和我一起，就是叽叽喳喳叫，我觉得很好，可以享受到一些自然的东西吧。我看那边有一个烧烤的架子，你会经常用吗？烧烤的架子只有我朋友来了才用，然后一般也是他们在烤，我只负责把东西准备好，他们烤了，我们可以在这儿。到了夏天的晚上，这其实挺舒服的，因为它有时候会有，它比较安静。这个整个来说，我们邻居都比较很安静，然后你可以在这儿享受一下夜空，有时候可以看一些星星呀，吃个晚餐，可以把灯打开，挺好的。